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色的开局攻略。一色是一款比较特别的游戏，它和你以往玩过的任何游戏都不同，这也是为何这篇攻略如此重要的原因。在一色最难获取的资源是完美晶格，这是用来升级 SSR 角色技能的。在一色品质之间的差异是很少的，一个没有晶格培养技能的 SSR，有时还不如一个满技能的 S2 好用。S2 角色升技能使用的是紫色晶格，2使用的是蓝色晶格，这些都比较容易获得。在一色里，不同的关卡会需要不同类型的角色来通关。游戏中还有一个常驻模式网员征令，会被分成3个区域，需要3支队伍来通关。当中每个区域只能上阵指定属性的角色，前期你绝不可能有那么多资源去养这么多 SSR 角色，这也是为何你需要先培养 S2 的原因。若是错把资源全都投放在 SSR 上，你恐怕就要坐牢一阵子，进度落后于其他人了。前期可以先养一个 SSR 的主输出叶梨和 SSR 辅助梨梨，剩下的都先以 S2 为主。S2 角色在前期可以先升到4星暂用，因为升星资源在前期也是非常缺的，要谨慎使用。只有输出的 S2 可以直接升到6星，其他的 S2 就等以后资源多了才慢慢的将它们升到6星吧。视频会优先以 PVE 角色为主，因为 PVE 才是根本。若你连高级装备都打不了，就不用想着去打 PVP 了。2级角色中有2个比较推荐的角色，第一个是初始角色之一的卡奇，它是个可以推条、拉条、眩晕，提升我方攻击力，而且还有最珍贵的减少技能冷却时间的好用角色。不过因为台服很佛心的在第2天就送了一个 SSR 自选，当中还有一个最强辅助梨梨。有了梨梨，前期就可以先不练卡奇了。但是卡奇也是以后打鹤岩的好用角色，你可以让梨梨和卡奇一起上场自动挂机打炼狱。大家可以等到时再看自己还有没有需要练它。第2位要推荐的是恶命，恶命能嘲讽和降低敌人的攻击力，成功附加减1时还可以治疗自己。恶命的主要用途就是帮忙承担和降低敌方的火力，很多时候关卡打不过都是因为主输出先挂了，有了恶命就可以避免主输出被敌人集火攻击。有很多首领都免疫减1，但就是不免疫嘲讽，所以嘲讽的含金量是很高的。嘲讽除了可以保护队友免受攻击，也可以避免一些麻烦的减1会被挂到队友身上。恶命主要是用来针对拥有强力单体输出的首领使用的，可用的范围非常广，比如在打妮可娜娜时就很好用，后期也有很高的上场机会，是一个必练的角色。恶命可以等到难度比较高的副本，比如地狱或炼狱的时候才开始练也不迟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奶妈的部分。游戏会送一个奶量超大的 SSR 好用奶妈绫罗，但那会需要你完成一堆任务后才能拿到，所以前期你还是会需要其他的 S2 奶妈。最好用的是手储会送的血草，它的奶量不大，属于功能奶，有睡眠，有持续恢复、护盾、平均分配血量、无敌、添加基础增益等等，集多功能于一身。最重要的还是拥有一次免死的能力，可以提升队伍的容错率，是一个前期能助你通过许多高难副本，到了后期也可以继续使用的必练角色。第2位推荐的是千明，她也是一位前期能帮助你通关的好用奶妈。千明的防守能力非常强，不仅回血量大，并且所有技能还都会附加可以减伤的纸人守护。在你打第1个冰窝炼狱副本时，它就可以帮上大忙。千明属于比较前期的奶妈，后期就比较少会用到了，所以就看你抽到的时间点，再决定养不养。火属性 SSR 会比较缺乏好用的角色，所以在需要火属性的角色时，都是以 S2 的角色为主。卡奇和千明都是可用的 S2 火属性角色。第3位推荐的是善雅，留意这里说的是木属性的 S2 善雅，不是暗属性的 SSR 善雅。
这游戏有不少同名角色，这是唯一不加前缀都叫善雅的。善雅有提升自身行动速度的能力，有净化，还有提升最大生命的能力。善雅的奶量不大，只能单奶，没有群奶，但它最关键的能力是复活。这是唯一你的主输出挂了后还有机会重来的方式。善雅主要是肉队专用的奶妈，目前在 PVP 也是非常活跃，毕竟有复活能力的就只有它。养不养就看你玩不玩肉队，需不需要复活，和有没有其他能净化的角色可用。最后是初始奶妈多乐斯，它是绫罗的下位，有绫罗后就不会用到它了，真的没有其他奶妈可用才练。接着来说输出型的角色，首选是谛听。最强的 S2 单体输出，国际服开荒的神，可以直接练到6星。台服玩家可以在开服夜离的池子里捞到它，一次抽起2大输出，一举两得。即使你已经有夜离，也可以练谛听，因为两者的属性和功能不一样。当夜离的属性被克制时，就可以上谛听；当不需要群攻时，也可以上谛听。在巅峰竞技场，最少会需要2个输出，不然被禁了一个，你就没输出了。谛听不是竞技场强力角色，但在你有2个 SSR 输出前，你就只能先用着它。谛听的上位是利拉姆，如果你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把利拉姆练好，就不需要练谛听。第2位是方格斯，它是肉队专用的输出，这里指的是 PVE 的部分。PVE 和 PVP 的肉队是不一样的。PVE 用的是真伤 ，PVP 用的是反击。PVE 肉队的主输出是暗哑，但如果你没有暗哑，那方格斯就是最好的下位代替品。肉队是打高难度关卡最容易的通关方式，打不过就用魔的，但缺点就是要打很久。第3位是水月针，这是肉队 PVP 的队员，等你有了肉队后，再来练它也不迟，开局可以先不理。我们接着来说控制。首推酣梦一宵，睡觉姐，有睡眠和攻击力降低的效果，自身攻击睡眠目标不但不会解除睡眠，反而还会击退目标的行动进度。睡眠虽然是个弱控制，被打了就会醒来，但受到的伤害也会增加，所以也可以当成是半个增伤来使用。群体睡眠配合单体输出的角色，就可以既控制小怪，又可以对主目标增伤了。这也是为何前面提到你有夜离，还要养单体输出谛听的原因了。酣梦一宵在打很多炼狱本，比如多奇、鹤岩都有奇效，是个必练的控制。第2位推荐的是奥波尔，有持续伤害，有将增益转成持续伤害的能力，还有眩晕。奥波尔主要是 PVE 肉队的成员，不玩肉队可以不练。第3位推荐的是克拉肯，他有防御下降、击退行动进度和冰冻的能力。如果前期抽不到酣梦一宵，就可以先用着它。最后是辅助的部分，首选是熔手卡奇，它有暴击率下降、速度下降、击退行动进度、防御上升和免疫能力。重点在防御和免疫能力上。防御提升是保命的重要技能之一，有没有防御增益，被首领打一下那个伤害可是差很多的。免疫也是游戏中非常重要的技能之一，主要是用来防首领的持续伤害、攻击降低、防守降低、受伤提升等减益。它攸关你的输出能力和生死。第2位要推荐的是蝰蛇，它的普攻有沉默，大招有驱散、攻击下降和速度下降。被动可以降低暴击伤害，并且在队友受伤时，有概率用普攻或大招来反击。蝰蛇是除恶命以外第2个好用的保命角，恶命用来对单，蝰蛇用来对群。主要是暴击伤害降低，这个能力非常稀有，是面对高暴击伤害首领必带的角色。而且蝰蛇的减益除了主动添加，也能靠反击来添加，是个非常方便的角色。和恶命一样，可以等到要打高难副本时才开始练。第3位是速刷专用的戴娜，主要是大招同时拥有防御下降和受伤增加这2大增伤技能。戴娜能极大的提升主输出的伤害，是一波流专用的辅助。戴娜主要是用来速刷或者打3星用的，3星的要求是1分钟内解决战斗。
如果你没有这些需求，就可以不用练。另外还有2个优秀的火属性 S2 也是可以考虑的，只是它们都和火卡奇一样，功能比较接近离离，所以前期的优先程度就不高了。但它们在暗属性无法上场，又或者是需要火属性角色上场的时候就会很好用。所以你可以根据之后的需要，再决定养不养它们。第1位是封建异枭，它有速度下降、速度上升、驱散增益，使我方技能冷却减少和使敌方技能冷却增加的技能。第2位是有小离离之称的寻愿多乐斯，它可提升队友行动进度、净化减益、提升暴击率和暴击伤害，提供攻击吸血和减少我方技能冷却时间。功能可说是非常丰富，但因为多数功能都和离离重叠了，所以几乎不会和离离同时上场。以上就是一些比较值得培养的 S2 角色，前期有抽到就可以先养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